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白话汽车，我是白宁。今天聊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车，1993款的凯迪拉克弗里特伍德。为什么喜欢这车呢？就一个原因，漂亮。这车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当年的豪华车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一款啊，它远比奔驰、宝马在那个时代的 S 级和7系设计的要美太多，而且比它的同国的兄弟啊，那个林肯汤卡，我们之前也拍过那个车，比那车也漂亮太多了。我觉得这是90年代啊，整个汽车设计里面非常值得纪念啊，非常值得拿来说的一款车。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带大家一起回味一下这辆车。咱们先聊聊这车当时的时代背景啊，这一代车是1993年到1996年。其实时间还挺短的啊，就造了3年。其实当时呢，美国刚刚度过了石油危机，也就是说，它的上一代车，1985年到92年那代已经改成了前驱的，然后车也特别短，方方正正的、抠抠搜搜的那种车。那段时间因为石油危机嘛，所有车都往小了去，后驱的改前驱，都是这么一个趋势。那段时间过去了，到90年代了啊，经济又好了，那么觉得豪华车嘛，还是应该得有豪华车的样子。首先又把它改回了后驱。然后又做的特别大，然后还找回当年的啊，这个设计师叫 Chuck Jordan 啊，之前是设计60几年款那个大火箭那会儿的那个设计师，然后他又找回来，我们还要找回美国车的那种漂亮的感觉，所以就设计了这车。整体风格呢，我们见到很多90年代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特别往后斜的大风挡玻璃，对吧？啊，整个这个窗线都很90年代，因为90年代又开始流线型风潮又来了，车不方了。不像70年代、80年代那么方，很流线，但同时呢，这车上留了大量的传统美国车的元素，两者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做了这辆车。咱们从前面看啊，首先鼻子特别长，这是传统美国车的构架。其实发动机在这儿，这鼻子前面有1米，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啊，是空的，都是就是为了这个比例。然后前保险杠做了一大防撞块啊，大镀铬铁保险杠。这撞一下就康一声响，没什么反应，就是那种车啊。大灯也是非常大，一直咧到侧面。这一个黄的美规车专有的那个灯，上面凯迪拉克标。然后整个车呢有一条大镀铬腰线啊，从前到后，窗线也是。最漂亮的在这儿，它整个的下半部全部都是镀铬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公务机一样。你看那空军1号什么底下不都是这种亮的，可以反出地面上的这个树叶，就特别漂亮，是吧？这儿有弗里特伍德的标，然后后轮这儿做了一个藏轮的设计啊，这个也是我当时觉得太美了，就特别优雅。你试想一下，如果这轮子露出来什么样，这车这个一下就破坏掉了，是吧？这种特别优雅慵懒的往下垂的感觉，就通过藏轮表现得特别完美。而这车用了一个皮顶。这个皮顶也是当时美国车独有的，显得特别奢华啊，只有美国车才有这种皮顶。当然这年头久了，这皮顶有点烂啊。这辆车如果让我选一个最漂亮的角度展现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从镜头里看到这个后尾斜45度，真是太漂亮了。它为什么会这么好看呢？首先核心的一点啊，我觉得这车它没有像现在的车一样追求动感，追求车的感觉。现在的车什么样？后轮都特别宽，是吧？然后有一大轮眉凸出来，然后那种张牙舞爪要跑的那个，就它不是，它追求了一种建筑感，就这车像一个豪华的宫殿，像一别墅一样，它没有追求车的感觉，所以整个的面非常的平啊。然后底下大镀铬，刚才说了，轮子藏在里面，轮子不重要，车本身不重要啊。然后到后尾，把尾灯收成了一个长的一个红的，所有功能都在里面。然后后备箱盖也是方方的一个大直面，就像一个别墅的那个墙一样，就这么一种感觉。保险杠也是一大镀铬，带俩防撞块啊，跟车身整个一圈全是大镀铬，像一个飞机一样。包括后挡玻璃，老美国车都喜欢把后挡玻璃做特别直、特别小，然后藏在这个皮顶里面，让人感觉特别神秘，是吧？从后面一看，就像一座神秘的宫殿一样跑过去啊。这车后边有一大天线，电动的。我记得小时候一看这个伍德在路边，就是冒着特别大的白气，然后要走的时候，后尾灯一亮，往后一坐，然后天线升起来，车走了。哎呦，太高级了那种感觉。咱们看这车这大后备箱里啊，什么样啊？哇，是真够不小的。
但是它这开口特别高啊，你要有一箱子那边抡进去，还跟那林肯一样，全露外边啊，基本上这里边藏的不太多，全露外面，非常大的一个后备箱啊，而且带电吸的功能，关的时候你只要轻轻一带，呲儿自己就能吸上。大家发现这车侧面特别平整，没有加油口，加油口在哪儿呢？在这儿，车牌子里面拧开了可以往里加油，很多老美国车都是这样的设计。咱们来感受一下伍德的内饰啊。首先这个内饰你坐进去你就没有特别激烈驾驶的欲望，椅子就是一大沙发啊，完全没有现在的什么桶型座椅啊，还是运动，没有这说，人家就是一大沙发，舒舒服服。然后整个仪表台是一巨大的一大通铺，中间是一个液晶仪表，绿字儿啊。那个年代美国车就这点还挺时髦的，德国车都在用指针的时候，他们全都改成那种数字的液晶仪表了。然后所有的钮也是全是镀铬的，平铺在这儿，特别像那个酒店那个床头柜上那堆控制按钮啊，开这个灯关那个灯那种感觉。然后这车中间收音机也是这样，空调还是自动空调的啊，自动恒温的，这个90年代就有了啊。收音机也是还带杜比的，虽然是录音带的吧，就整个设计跟德式的日式的汽车设计完全不一样啊，更像是一个房屋建筑的设计，这么一种感觉啊，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坐在里面你就想躺着，特别安逸的开车，特别困的那种忽忽悠悠的开车的感觉啊。我们家这车关门的地儿是一把手，特别有意思。它没有在这儿做一个洞或者做一个把儿，跟德国车似的，它做了一把手，不用的时候可以隐藏起来，显得这车特别整洁，特别高级。但是呢，所有桃木啊，看到所有桃木全都是如真包换的假桃木，全是塑料的。这也是当年美国车的一特点，就是它不是很真材实料，他们觉得汽车可能不是那么高级的东西，没必要用真木头。方向盘是一典型的早期的刚有安全气囊的方向盘，大方气囊盒子，你看中间这个有个缝，这是为了气囊炸裂的时候做的很薄，当时现在这么多年已经晒裂了啊。后来的车就不这么干，后来车气囊就翻开盖嘛，它那会儿还是炸裂式的，方方正正的，一看就特90年代啊。坐在这车的后排，我有点都不想录了，现在下午2、3点特别困，我特别想睡一觉，真是太舒服了，就是一标准的大沙发。这车轴距3086，后排的确，虽然不是那么夸张吧，但是也很大，足够任何人往下躺着。而且这个座椅就是完全跟前排一样，完全不讲究什么支撑性啊什么的，没有，就是你尽可能的瘫软在里面坐着就好了。一个大沙发加上特别软的悬架。这当年坐这个车跑长途什么绝对是一种享受，当然也有可能腰会特别疼啊，因为没有什么支撑力。咱们来开一圈这个老伍德啊。首先钥匙还是老美国车那德行，一大堆钥匙，开油箱盖着车的都不一样，开门的啊，插进去。大 V8 着了，5.7大 V8啊，这车185马力。412牛米，扭矩挺大，功率有点小哈。哎呦，大怀档，哎呦，挂上之后还拱一下，好了。我天，这车方向盘巨轻无比，你看拿手指头可以挑，开着你完全没有说德国车那方向特紧，我想攻弯或者没那欲望。视野不是很通透啊，就那么一条啊，虽然整个鼻子都能看见吧。但是你完全没有想把外面看清楚的欲望，先往前跑就行了呗，是吧？忽忽悠悠的，特别特别舒服，开起来，开起来完全没有开车的感觉，你觉得就像坐家里看电视，这就像看家里的一个电视一样。这车在这种大空场开起来可以啊，我觉得如果你到了狭窄的地儿或者到停车场会比较悲剧的，因为什么呢？首先这车特别大，这车5715长。啊，然后有1981宽啊，特别大的一个车，且没有任何的倒车影像和任何的这个装备，而且视野极其不通透，这要停起车来，应该是一挺崩溃的事儿，就适合在美国那种大洲际公路跑，是吧？来一脚，哇，还是挺猛的啊，400多牛米在这儿，哇，悬挂超软，拐弯感觉要翻了一样，让我想起了那种美国片里那种警察什么的开那车，一拐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看，哇塞，感觉就要翻了，每次拐弯都特别夸张的侧倾，忽忽悠悠的，有点意思。
现在其实要想玩老车带手艺的话，开这么一车还挺特别的，我觉得你能找到跟现在任何车都不一样的驾驶感受，忽忽悠悠、舒舒服服，啊，一拐弯都要翻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今天聊的1993款凯迪拉克福利特伍德。这车可以说见证了传统美式大型轿车最后的荣耀啊，最后辉煌了那么一下，然后就彻底的转型了啊。凯迪拉克再也不是这个风格了，福利特伍德这个名字也不再用了。这个车呢，恰巧出现在我们这80后这波人小的时候，正好是8、9岁、10岁左右正喜欢车的时候，所以在我们心中其实也奠定了一个特别崇高的一个地位。当时真的这个车，我觉得比什么126的奔驰啊，比那宝马当时的E32 7系要高级。当时说谁开卡迪是吧，特别牛，就是因为这车这个特别奢华、特别虚荣的样子。看这个车标啊，那个年代就是一种繁复的美啊。那会儿凯迪拉克车标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代啊，一个大麦穗一直到顶上，这里面还有好多这种皇冠一样的东西，就非常复杂。包括轮毂也是多幅的轮毂，这车轮毂有好几款都特别漂亮，都是这种特别繁复、特别奢华的风格啊。因为90年代当时的一个中美贸易协定嘛，啊，就中国买了美国好多的车，其中包括不少这个车，所以让我们在童年的记忆里和在现在依然可以见到不少这款经典的大的福利特伍德，可以在这儿和大家一块儿分享这段记忆，分享这辆车，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啊！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白话汽车，咱们下周再见。